周迅凭借《不完美受害人》二封白玉兰视后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评论区关于周迅的演技，大家看法不一。有人认为实至名归，她年轻的时候就拿下了百花奖、金像奖、金马奖最佳女主的奖项，所以二封白玉兰视后是在意料之中。也有人认为周迅的演技被高估，她拿奖水分重，近2年演技下滑。就从《不完美受害人》来说，周迅的演技只能说中规中矩，表演上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都有。先说好的方面，她在剧中台词很好，有爆发力，哭戏自然细腻有层次感，代入感强。至于不好的方面，周迅在剧中习惯性的摇头晃脑，有些小动作略微出戏。相比之下，同剧组的董洁演技更加生动自然，加上白玉兰奖提名入围的任素汐和闫妮演技都非常出彩，所以周迅拿奖有些令人意外。除此之外，在《如懿传》里，周迅演技非常一言难尽，完全不像影后该有的水平，她总是嘟嘴咬字刻意，表演痕迹太重。在小敏家里，周迅的演技也是存有质疑，她的台词断句有些生硬，神态表情和《如懿传》里差别不大。整体而言，不可否认周迅是有演技的，但她需要依靠剧本和角色，有些时候演技炸裂，有时却又拉垮，演技被高估了。而演技被高估的明星除了周迅还有很多，比如陈坤，他的演技被严重夸大。在同期的中生代演员里，陈坤的演技并不出众，他演戏总是很浮夸，给人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。就拿《天盛长歌》来说，陈坤总是一言不合变声咆哮，五官乱飞，表情浮夸，气泡音十分出戏。在《输赢脱身》里面，陈坤故作深沉，刻意压低嗓门，讲台词时的断句也有问题。在《风起陇西》中，陈坤的演技也是经不起细品，一如既往的夸张动作，压低嗓门，故作深沉，相当难品。对比之下，聂远、王骁等配角的演技更惊艳。由此种种，陈坤不扛剧的关键因素是他的演技撑不起来。很多人都说他的演技被高估，根本不能细品。演技掉皮的还有曾黎，之前他的口碑一直不错，被说是遗珠，长了一张大青衣的脸，是公认的中戏校花。在很多观众心中，曾黎早该火了，奈何总演配角，差点运气。实际上，曾黎不火是有原因的，他的演技严重被夸大。与凤行里一段他和宣璐的对手戏，将他尴尬的演技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剧中这是一场托孤戏，宣璐不舍的孩子哭得梨花带雨，情绪饱满，令人心疼。然而画面一转，镜头切换到曾黎时，他的眼神空洞呆滞，像个木头一样毫无感情。其实早在《星汉灿烂》里，曾黎的演技就是木木的，经常面无表情，把女主妈妈演得苦大仇深，从她脸上看不出对女儿的愧疚和心疼，不是年纪大了，就是演技变好了。从《星汉灿烂》到《与凤行》，很多观众都在吐槽曾黎演技差，拖累全剧组。韩雪也是实力被高估的演员之一，她在《无限超越班2》点评郑和惠子的表演，当时情节设定是郑和惠子需要演一个妻子，她的丈夫是警察，她去送即将出远门的老公。郑和惠子演得比较生活化，眼里充满了不舍。郑和惠子表演结束，韩雪认为她的话太多了，在吴镇宇的提议下，韩雪上去亲自示范。同样的设定，韩雪没说那么多词，却有些多余的动作，她的眼眶含泪，情绪沉重，明明是送老公出行，被她演得像是去送老公就医，一场普通的告别演成了生离死别，太用力过猛了。看到韩雪的表演，评论区普遍认为还不如郑和惠子演得好，韩雪就是被吹得太过了，真是演技令人尴尬不已。在此之前，韩雪参加另一档综艺，她扮演甄嬛，再现剧中名场面。甄嬛发现自己是替身，晚晚泪倾的时候，崩溃地说道：“究竟是我的福还是我的祸？终究是错付了。”这段孙俪的表演堪称经典，她的眼神情绪都对皇上爱恨交织，明明心里爱着皇上，结果居然自己只是个替身。当韩雪演绎这段名场面时，她的眼神飘忽不定，嘴角抽搐，似乎是想通过大量微表情来塑造角色，结果给人感觉很有违和感，被说演的是冷宫里的妃子，不像甄嬛。刘涛也是演技被吹过头的一位，表面实力派，其实一言难尽。早在开端里，他就暴露了拙劣的演技。刘涛在剧里一直皱眉头，全程一个表情，还不如2位年轻演员白敬亭和赵今麦演得好。在星辰大海里，刘涛装嫩扮少女就算了，她的演技还是和以前一样，非常套路模式化，给人感觉演什么都一样。到了做自己的光，刘涛的神态表情台词和她之前演的都市剧没有区别，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，从而弃剧，被指是戏混子，同样演啥都差不多的。还有黄磊，他也是属于表面上的实力派，结果演技模式套路化。这些年来，黄磊扎根各大都市剧，不论是小欢喜还是小敏家，黄磊中年丈夫碎嘴子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演啥都没什么区别。一方面，这是因为黄磊挑选剧本的时候，角色同质化类型单一；另一方面是他参加了太多综艺，中年家庭主妇的标签刻在了观众心里，综艺参加多了，演戏就难免让人出戏。就算是县委大院里，黄磊演了一个书记，他的言行举止还是和以往都市剧角色差不多，让人提不起兴趣。现在
只要一说起黄磊的演技，评论区都说他演什么都像自己，演技一成不变，经不起推敲。有人说靳东就是大器晚成的代表，早已进入到娱乐圈打拼，但不温不火，真正有了知名度，或许就是最近这几年《伪装者》里面的大哥让人迅速认识他。这一位男演员有帅气的颜值，还有儒雅的气质，明楼这一个角色是经典中的经典，可谓是无懈可击，难怪会深入人心。明楼演绎的是一位特工，在经过他的演绎之下，真让人可以看到特工的隐忍，整体的表现真的很不错。在这一次的演绎之后，他的知名度迅速的提升，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喊出他的名字。与此同时，还有持续的片约，他的发展好像就已经被禁锢一样。后期一段时间有众多的角色，却并没有看到精彩的表现。有人说明楼或许就成为他的巅峰状态，后期就只能直线的下降，可能是花无百日红，可能只是机缘巧合。他所扮演的明楼就仿佛是量身打造的一般，但演绎其他的角色总让人有些出戏。无论是演什么样的角色，都有一些相似，总有一种有钱人的气质，好像他只能去扮演成功人士，去扮演霸道总裁。如果让他去挑战普通老百姓，估计是不大可能吧。果然在后期一段时间，他所扮演的角色都是西装笔挺，都是风度翩翩，一看就是超级有钱人，在作品中可以呼风唤雨，要钱有钱，要女人有女人。但这种角色早已被大家厌弃，很多的人都会嗤之以鼻。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，他总是在不停的耍帅，要么就是撇一下嘴唇，要么就是露出魅惑一笑，可演技并不是耍帅，如果没有突破一切留下来的，就只是一种固有的表现。这样的演员又怎么能够被称之为老戏骨呢？有人调侃倪大红是面瘫，无论是扮演一位慈爱的父亲，还是扮演一位凶神恶煞的老大，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。但奇怪的是，凭借着面无表情，他却能够得到人们的喜爱，更是展现出整个角色的精髓。有人说，这才是当之无愧的老戏骨。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，就应该考虑到每一个角色的神情，注重人物的内心，才能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。可是他所扮演的角色却没有表情的变化，难道这真的是角色的设定吗？并不是如此。倪大红是一位专业的演员，毕业于中戏，不过却因为长相在演艺事业上并不是很顺利，常年奔波却找不到太多的资源，甚至想要甘当绿叶都没有太多的机会，拿到的角色都是老掉牙的角色，就算扔在人群中也不会被人关注。有隔壁家的不知名大爷，躺在床上气不接下气的孤寡老人，就这样慢慢的度过一年又一年。要说真正有所成就，是在2007年《大明王朝1566》里面，他扮演一位老奸臣，这一个角色仿佛是量身定制，让人看到一个心思深沉的老头，没有太多的表情动作，却让人感觉到恰到好处，栩栩如生。在2019年时，他又为大家带来都挺好，将自私和窝囊全部都展现出来，让人痛恨。作品在上线之后，让人们都记住了这一个角色。当然从侧面也能证明这个角色是无比的程度。从这一次开始，人们每一次提到倪大红，都会将其和苏大强捆绑在一起。总之，这8位演员的演技都被高估了，被过度吹捧和神话。其实仔细观察，他们的演技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